你知道吗？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我父亲和我会骑着马上到这些惊人的高山湖，我们会骑到一些非常偏僻的荒野，那里有美幻绝伦的小溪、草地和野生动物。我热爱这里。你看这个峡谷，让我想起美国的大峡谷。你看这条小溪，你看这些悬崖峭壁。你觉得这么小的小溪带走这么多的石土，冲出这么深的峡谷，需要多少时间？这块岩石有它的历史，就像你和我一样，它是有来源的。很多这些石头测定的年龄是35万年，甚至是200万年，它的确是非常老的。但是你可能会觉得稀奇，所有这些我们看到的地质构造，这些峡谷、岩层，甚至这些植物，都比我还年轻。我出生的时候，这里不大一样。我们现在站的地方下面几百英尺都是一片森林。事实上，在1980年以前，绝大部分人都从未听说过圣海伦山。在那年的5月18日，火热的岩浆造成了一股等效于2000万吨炸药的蒸汽浪，火山爆发引起的崩流铺下了所有这些厚达600英尺的泥石层。几年之后，又有一些火山活动造成的泥石流切割出这整个的峡谷，它还深深地切入基岩，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这少许的一些过去的资讯，就能改变你对现在和现在周围世界的看法。你觉得惊奇吗？有很多人对我们周围地球的历史提出了很多的假设。问题是，这些假设会怎样影响我们对这个历史的看法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怎样影响我们对科学和圣经的看法呢？神创造这个世界，究竟是用了几天，还是上百亿年呢？人类是猿猴的后裔吗？还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瞬间就造出来的呢？有没有过一次毁灭整个地球的大洪水呢？还是那只是一个神话？换句话说，创世纪真是历史吗？当我们来思考地球的历史时，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考虑，但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大洪水的记载。是整个地球都被洪水淹没了吗？创世纪说，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那么这个洪水是全球性的，难道不应该留下很多证据吗？我曾听说有一位科学家花了超过4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大洪水的证据。史蒂夫，我必须承认，我来这里很多次，但我每次来这里都觉得很惊奇。除了我的家，大峡谷可是地球上我最喜欢的地方。那么史蒂夫，告诉我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当我们注视大峡谷，我们会看见我们脚下大地里面的故事。这里有像多层蛋糕一样的岩层，对不对？它们被侵蚀了，好让我们可以看见大地里面的结构。同样的，这些岩层也出现在科罗拉多州，还出现在伊利诺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那么你说的沉积地层，就是指我们看到的这些层次？是的，最下面的那层最早形成，那些沉淀物的颗粒混合分离，从四面八方流到这里，
然后一层一层的积淀下来，当然最后变成了岩石。那你是说，我们现在所站的坚实的地面，如果回到过去，曾经是液态的？是的，海洋做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水的能力让人难以置信，积淀了我们在大峡谷里看见的岩层。所有这些岩层都含有化石吗？所有的岩层里都有海洋生物的化石，但是常规的解释是，北美大陆曾经被海洋淹没过17次，而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亿年的时间。那么在这里你看见什么证据表明这种解释不合理呢？大峡谷这些4000英尺厚的平躺底层是平坦的，它们是平行的。我们看岩层与岩层之间的接触面时，看不到有时间流逝的痕迹。你是指侵蚀？对，是侵蚀，看不见任何大规模的流水管道。然后我们来看这些岩层本身，它们提供了快速、非常快速沉降的证据，只需要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就可以产生这些层。告诉我这些岩层的故事吧。我的意思是，它们是怎么来的？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啊，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我的理解是，海床隆起，某种岩浆或地震把整个海洋推上了大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岩层里会有海洋生物的化石吗？是的，洪水在地上泛滥了6个月的时间，水势退去又花了7个月的时间。大峡谷这4000英尺厚的地层，可能代表的就是全球洪水的初期和中期。在大峡谷当地还有其他的地层，叫做大楼梯。在大峡谷之上的地层有10000英尺，2英里厚，比现在我们这里还要高？比这儿还要高。它们代表的是大洪水的后期和洪水的消退。消退的洪水在这些地表形成很多陡坡，随着洪水回退到新形成的海洋盆地，有可能大陆就升起。当然，方舟就着陆在中东的高地上。有些人认为这里记录的是一次地区性的洪水。我相信这是全球性的洪水，天下所有高山都被覆盖了，是全球性的。不过洪水之后，山升得更高了。我们不能用地球上现在山的高度来衡量洪水的深度，这些山大多是洪水当中或洪水之后才形成的。那么，如果我们站在别的地方，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岩层的存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是因为它们被切割了出来。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在小学学到的是这样的故事，对不对？科罗拉多河用了几千万年的时间才切出了大峡谷。大部分地理学家已经抛弃了这种观点，因为很难再过了几千万年的时间还能维持这样的峡谷。一个峡谷怎么能承受这么久的侵蚀呢？是因为它的两侧最终会碎裂倒塌吗？是的。那么这又是如何被凿刻出来的呢？有很多理论，但我个人喜欢湖泊灾难性排水造成侵蚀这样的想法。经过大洪水之后，我们有大量的积水留在这些湖里面。有证据表明，在彩绘沙漠里，一个叫做希望平顶山的地方，曾经有个大湖，储存了500立方英里的水。所以大坝决堤了，然后这个巨量的水汹涌而出，凿刻出这个大峡谷。是的，侵蚀出大峡谷需要多久呢？也许几周吧，总之不会是几百万年。时间不是神奇的魔术棒，能用来解决所有世上的地理学的问题。如果抛弃那种100万年的想法，看看圣海伦山灾难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你就会更容易明白大峡谷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每到一处，史蒂夫就给我展示流水强大威力的证据。他们迅速地沉积下这些巨大的岩层，又迅速地将它们侵蚀掉。史蒂夫想指给我看洪水第一次冲击大陆的地方，所以他带我走进大峡谷的深处。史蒂夫，当你说你要将我带入谷底，你没开玩笑是吗？我们已经到了谷底，不是吗？
我们在大峡谷的一个旁支里面，我们现在看见的是最底层的花岗岩，可以说是这块大陆的核心。我们可以看见它上面平躺的岩层，在下面的花岗岩和上面的塔皮茨砂岩之间的界面，我们称之为大部整合。为什么它看起来是一条鲜明的线条？我的意思是它很清晰。我认为它是超大规模的侵蚀边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显示出流过地表的洪水的巨大流量。它只在这里有？大部整合是横贯整个大陆的。我相信我在中东见过，在欧洲、在非洲也见过。你看，这就是在北美洲大陆下面的。那么这里的这个地层它有多厚？从这里往上的是什么呢？这里是索克巨层序，可以说1000英尺厚的砂岩、页岩、石灰岩横贯了整个大陆，在它上面还有另外4个大的地层序列，这些系列也都是连续性的。我们现在看见的，可以说代表了整个世界。这真的会让人质疑，这仅仅是一次小的局部洪水造成的，这应该是非常宏伟的一件事情。流水的力量错裂并且粉碎岩石，沉积出很厚的基层，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洪水是全球性的。不过通常的解释完全不是这样，他认为在每层之间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人说这个大部整合的边界代表了5亿年的时间。你指的是我们看到的花岗岩和第一层沉积岩之间？对，他们说那里也许代表了5亿年。根据他们对地球历史的解释，就只能这样考虑事情了。但是当你来到这里看看这个，它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特征的平面，不完全是平的，而是一个缓慢起伏的表面。这会是数以亿年计的产物，还是水的力量铲平地表产生的结果呢？时间不是一个好的解释，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看见的事实来进行解释。每到一处，我们看见的都是水的力量，而且是超大规模的大水。这就是大峡谷的来历，不是少量的水和很长的时间，而是大量的水和很短的时间。当我们谈到地球的历史，时间真的是关键问题。需要多少时间能形成我们现在看到周围的一切呢？对我来说很清楚，全球性的洪水可以迅速地改变地球。然而很多人还是认为它是经过亿万年慢慢形成的。这两种时间的观念真正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需要采访一个能告诉我更多关于科学、历史和时间的人。因为我的背景是电脑科学，我们就在一个地方见面，那里所展示的历史，我亲身经历了一部分。我们看的这些展览，让我想起从我刚开始使用电脑到现在，它们已经变得多么小巧，而且功能又多么强大了。保罗说，我们对电脑认识的演变，实在是一系列的范式转变。我19岁的时候读了汤马斯·孔恩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里面描述了这个范式的概念。范式是一个你用来解释证据的框架，所以实际上科学不只是证据而已，而是你如何去诠释这些证据。比如说，在这个展厅有一些所谓的微型机，但实际上它们在我们现在的范式里一点都不微型。今天是吗？对。是啊，所以要真正了解这个关于起源的问题呢，你真的需要从他们的主导范式开始，就是他们现在有的2个主要的对宇宙历史和生命历史的观点。他们是什么？一方面，我们有常规的范式，在这个常规范式里呢，你便得出深邃时间。137亿年的渐进过程，从原始的简单到今天我们看见的现状，所有生命从简单到复杂的累积必须按照严格的物理过程，其中呢没有思想，没有创造者，没有设计。
第二种观点，我们称之为创世纪历史的范式。所有事物呢，都始于一个神圣的创造者，他的思想，一个会设计、会督察并会实现的智慧。事件发生在一个非常近期的时间尺度上，宇宙、太阳系，我们这个行星，生命本身，这一切从开始就是一个功能全备的系统。不难发现，从时间上看，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当我们看这个星球上生命的历史，这里有一整套资料，但是根据所接受的不同范式，对这些资料的解释也会大相径庭。看起来似乎一个范式是依靠启示给我们的历史，而另一个范式是自己来构建那个历史。你是这样看的吗？对这些事件，我们有一个见证人，而且这个见证人告诉我们事件的过程，这是我们在评估这些资料时必须要考虑到的。哦，保罗，这就变得严重了，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在特定温度把水煮开的历史，我们讨论的历史是关乎宇宙的起源的，它关乎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罪的起源和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邪恶的存在。我们周围的这些地质构造的起源、语言的起源，我是说，这个历史不是一些小事的历史，这关乎人类的一些主要要素以及我们今天的处境。是的，你讲的确实是所有一切的起源。我认为，如果我们放宽眼界来看啊，这两个范式真正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方是科学，另一方是宗教的问题，因为双方看的都是同一套资料，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科学的。在真正的最深处，这个区别是两个针锋相对的历史观。我们宇宙的真实历史到底是什么？那看起来确实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真实的历史是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冲突不是在两种科学观点之间，而是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历史观之间。因为《创世纪》的原文是希伯来语，我想采访一个希伯来语专家，原文究竟讲的是什么？创世纪第一个单词 Bereshit，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maya ve'et hahari， 这是挪亚的托雷多的起头。这个托雷多单词非常有趣啊，它有的时候翻译成家谱，有的时候呢翻成历史，那之后就是大洪水的记载。史蒂夫，看来在圣经中有很多历史记载，你是这样看的吗？绝对是啊。事实上，首先第一点，它是对历史事件的准确记载。作者描述的角度表示，他们相信他们讲的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这很明显，因为他们坚持要下一代学习他们的历史。当你翻看创世纪的前几章，你看到什么？你可以带我们过一下吗？他这样开始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希伯来文中没有宇宙这个词，这里的意思就是他创造了一切。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发现在太空里有一个水球，神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填充这个宇宙。你这儿说的是几天？你认为这些是字面意义的几天吗？原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还是你知道其他人认为的这只是一种诗的表达？它不是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希伯来文专家都肯定这是叙述文，而且他们说创世纪记载创造和洪水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叙事性，因为在古代近东是用史诗来记载的，非常不同。而这里是叙事性的记载，表示这是历史，意思就是你应该按照希伯来文对这些词的通常用法来理解这里的用词。单词 yom 的意思是天，它的基本用法就是说我们一天有24小时。
唯一能让它代表更长一段时间的方法，就是你强加给这些文字一个外来的概念，说我认为这些是几个时代，所以 Yom 的意思必定是时代。你应该从文字开始，如果我们从文字开始 ，Yom 的意思就是天。所以，我们来看这些段落，谈到亚当和夏娃的创造，你看见的是一个清楚的历史事件，这个立场正好与人是经过漫长的过程进化而来的常规范式相对立。圣经的文字与标准的常规范式是不相容的。圣经教导神创造了人，艺术地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然后当然女人也被造，有了婚姻，有了堕落，然后在挪亚的家谱中记载了整个洪水的过程。讲到洪水，它是全球性的吗？我不知道有多少次，35次左右。单词 core 它的意思是全部出现在大洪水的叙述里。如果这是对人类的审判，那它必须是全球性的。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前11章我们翻到第10章，这是各国的列表，也就是挪亚众子的列表。在这一章他提到这些人在各自不同的国家说各自的语言，所以摩西在创世纪11章1至9节又回头解释这些语言如何产生。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他拉的家谱，而他拉的家谱并不是关于他拉的，而是关于他著名的儿子亚伯拉罕的。看起来就是很明显，在这些事情和我们前面看到的起初之间没有中断点，它就是一个整体的长的历史叙述，不是吗？是，事实上家谱是框架，不仅仅是创世纪的框架而已，而这些叙述是镶嵌在家谱里的。到了路德记，家谱又再次被提起，而且被称为托莱多，为的是确立大卫是犹大的后代，这是雅各预言所要求的。然后我们进入新约，耶稣的血统怎么确立的呢？经过2个家谱，一个经过玛利亚这条线，一个追溯到亚当。史蒂夫，鉴于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这一切贯穿创世纪的历史叙述，包括列出的所有家谱，有多重要呢？那么这对基督教有多重要呢？它代表基督教，有历史依据，这是圣经说的，而圣经代表了实际的历史资料，所以基督教不是黑暗中的飞跃，它的领会是有强大历史依据的。这个领会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也就是我们的创造主。这些家谱非常重要。如果基督是亚当的后代，亚当是在创造的第6天受造的，那么地球就不可能那么老。那这些100万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在一个地方遇见了一位地质学家，他说在那里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件事。你看这里的安宁，这里的开阔，没有什么打扰你啊。但有些东西提醒你，这里在过去曾经是爆炸性的，这里过去有火山。这个梅扎锥火山，它曾经喷出这些熔岩流，覆盖了这个旷野。正是大量的玄武岩熔岩。是的，但是相对于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的熔岩流，它实际上不大。而且呢，这周围有1000个这样的火山，在我们背后的那个小的，我们称之为一个梅扎锥火山。你称它是小的？是的，它确实是的。这些火山都是小的。圣海伦火山1980年爆发时火山顶端的2500英尺都被炸掉了，但它与过去的爆发相比还是小的。我们可以回到更早的时候，到大黄石爆发，那个时候有些火山灰甚至到了德克萨斯州，它喷发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想想在印度的熔岩流，在超过印度次大陆1/3的地区，累积的厚度高达1000英尺。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过去的真是微不足道啊！这告诉了我们一些过去历史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能用这些过程现在的速率来理解地质记录的累积在尺度上有多么的迅速和宏伟啊！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因为我们是如何确定这些石头的年代的呢？最重要的是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熔岩流是一个时刻，它是一个事件。当它还是液体的时候，里面有从火山喷出来的所有不同的元素混合在一起，然后开始结晶，形成岩石。那些凡是有放射性的原子，它们现在开始累积所谓的子体产物，即衰变事物。关键在于，现在我们来测量这个衰变的速度，发现它是如此之慢，以至于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母原子才能衰变为子原子。这就是数百万年时间的最终来源，是基于现在的衰变很慢的事实。但我们可以说，现在并不是解开过去的钥匙，因为很显然，过去曾发生过一些巨大的灾难性事件，是今天不再发生的。事实上，圣经会告诉我们，过去是解开现在的钥匙。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得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有很多线索表明地质过程发生的速度并不是恒定的，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线索表明衰变发生的速度过去可能也不是恒定的。所以我们从很多地方采集了岩石样本，大峡谷中的这些岩石中，每一层有很多样本。我们在新西兰做过，我们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做过。我们把同样的样本寄去，给几种测年法做鉴定，结果我们发现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于同样的样本进行测试，所得的年代相差好几亿年，有时甚至差10亿年。我们看到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不大相同。如果用不同测年法测试，其结果相差如此之大，这就证明事实上我们这里有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关闭的系统。如果我们有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那意味着我们不能够相信它能够给我们可靠的岩石年龄。这就改变了我们对于地球历史的整个思维方式，因为突然间这些放射性时钟都不可靠了。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过去的变化率更快。突然，我们不可以再用100万年为单位来思考，我们可以用比那短非常多的单位来思考历史。你是说这样的证据已经在公开的文献里面了？是的，的确是的。为什么没有产生影响呢？当我在高校地质系演讲时，曾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答案是因为人们对数百万年的完全接受，所以一旦人们的眼光被局限于这个焦点，任何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与这个焦点不一致的，都会被边缘化了。数百万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回顾科学思想的历史，英格兰的查理斯·莱尔提出数百万年，他们成倍地增加了岩石的年龄，而这就是查理斯·达尔文学说的根基。事实上，他读了查理斯·莱尔的书，因而坚信数百万年的地质进化，所以他可以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现在看不到事情的发生，我们现在可能只看到微小的变化。经过数百万年之后，这些微小的变化加在一起，就成为巨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你想要用这种方式来看历史，认为我们是经过数百万年的随机过程偶然而来的，那么你必须有数百万年老的岩石，否则你就会颠覆了那个地球历史观的根基。所以时间就成为传统范式的关键要素，而且必须是久远的时间。安德鲁说，当你研究岩层时，他们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是一个被全球性灾难改造过的年轻地球，所以他带我往南到塞多纳，让我自己看。值得注意的重点是，这个地形其实很稳定，过去曾有过很多的侵蚀塑造出这个地形，但是那些悬崖和谷底都很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植被。今天一切都非常非常安宁。今天的地质过程极度缓慢，但他们无法解释这种侵蚀是怎么来的，这些岩层是怎么来的，这些悬崖又是怎么来的。
好的，你所以想要来这儿，是因为可以看见地球年轻的证据。因为在这儿的东西，你看到了什么呢？是我们注意到第一件事是这些岩层覆盖的范围啊，它们就像一沓煎饼。例如，横跨我们整个视野的红色单位，那就是施奈布里山岩层。在它的上方，你看到的第一个白色岩层单位是科科尼诺砂岩，在它的上面呢还有托若卫普。在地平线上，你可以看到凯布拉石灰石，也就是大峡谷的顶岩。我们所处的位置距大峡谷70英里，而这些岩层仍然还在。是，真的是难以想象这些材料的庞大体积。的确，就拿科科尼诺砂岩来说啊，我们可以从这里追踪它，穿过西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直到堪萨斯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甚至进入了德萨斯州。就是说，该岩层单位的范围至少是20万平方英里，连绵不断。那不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局部性沉积的规模。要想让它像这样平躺在这么大的区域，就像你在摊饼时必须非常快地将饼依次摊成一样。所以这些岩层它们的覆盖的范围显示快速沉积的证据。安德鲁，你刚才提到那个红色岩层，听起来很陌生。对，那是施奈布利山岩层，它并不是在大峡谷中。在大峡谷里，我们从科科尼诺一下子进入霍米特岩层，它们之间的界限像刀刃一样，没有任何侵蚀的迹象。这意味着霍米特岩层是迅速沉积而成，然后马上就有科科尼诺沉积在它上面。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离开大峡谷70英里，这里有个施奈布利山岩层，介于科科尼诺和霍米特之间。而这个施奈布利山岩层有800至1000英尺厚，覆盖了1000平方英里的面积，它必须是非常迅速的形成。如果这需要数百万年，我们应该看到几百万年的证据。在大峡谷那里，同一个边界线上应该有几百万年的侵蚀，我们却没有。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施奈布利山岩层一定是在几个小时内形成的，所以它不仅没有侵蚀的痕迹，而岩层之间没有时间。所以这些层的整个序列是非常迅速的沉积的。所以我们发现覆盖很广的岩层，我们发现这些岩层之间没有侵蚀的痕迹。你还看到别的证据吗？如果我们仔细看，比如科科尼诺砂岩，看看岩床，里面有一些倾斜的带，我们称它为串带床。它们表示当时有在水下移动的沙浪。可以跟沙漠相比，重点是要意识到沙漠沙丘的角度是不同的。这些倾斜的沙床通常为30至34度，在水下它通常是25度或更小。约翰·惠特莫博士和他的学生们在这附近的山丘仔细地测量了成百上千这样的串带床。它们都介于15至25度之间，所以这是水下沉积的。这些岩层在几个小时、几个星期内累积起来，在几个月内覆盖这么广阔地域的一叠叠煎饼般的岩层就形成了。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相信这些地层的存在，根本不是。问题是出在时间，不是吗？正确，它不是科学与圣经对立的问题。当我们谈到洪水范式和常规范式，我们实际上是在谈2种不同的对地球历史的观点。这2种观点确实是不同的。当然，我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是常规观点的教育，学的是历史的久远以及缓慢的均匀的变化。但根据创世纪，世界的历史是什么呢？库尔特·怀斯带我到一个又一个迷人的地方，给我看化石森林的证据，揭示酶的快速形成，并谈论生物系统的复杂设计。每到一处，他都让我看见一些新的关于地球及其历史的东西。我们最后停在一座老旧废弃的煤矿入口处。这是戴顿煤铁公司大约100到110年前的建筑遗迹。
令人惊奇的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历史，而只看这些石头的话，你会以为它们非常古老。其实，如果我们是在希腊，你可能会想它们有好几千年了。只看结构本身是很难判断的。那么库尔特，我需要你做一点事情，因为我了解常规范式是用一条直线来描述地球的历史，有许多均匀变化的过程等等。但是创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么均匀的。是的，说得好。彼得后书第3章谈到末世的时候，人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现在观察到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下面的小溪里正在发生的，地球上每个地方正在发生的，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在地球所有的历史中也一直是这样。经文还告诉我们，他们故意忘记，他们不只是忽略这些真理，他们是故意拒绝这些真理。经文记载了创世和大洪水，根据圣经，这些事情绝对是发生过的，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事情很妙，这个悬崖并不是在原地，这个悬崖原来在大约1000英尺或者更高的地方，它下滑到目前的位置，这是一块很大的巨石。好大，巨大。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地质过程能让如此巨大的岩石下滑呢？这个家伙足足有1英里长啊！而且在这些岩石里边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在那之前发生过更大跟现在更不同的一件事情，而且那些岩石里面的化石属于与现在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所以按照经文的说法和我自己的经验，你不能用现状来判断过去，来了解过去。但是如果一路追溯到起初，你会意识到圣经把地球的历史编排成几个的时代，几个大的时期吗？而在每一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活在其中一个时代，你是无法了解之前的时代的，因为太不一样了。第一个时代就是创世本身。神用6天创造了宇宙万物，神创造了行星和恒星，用他伸出的膀臂铺展了宇宙。这显然在今天是不会再发生的了。他不再创造行星，实际上那段经文的末了，他说他歇了自己的创造之功。然后我们就进入了我所说的伊甸园时代，那是亚当和夏娃还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现在截然不同。我们从这段经文得到这样的印象，比如当时他们还没有犯罪，他们会永远活着，很难想象人类会永远活着，所以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截然不同。它持续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它突然结束了，因为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咒诅了他的受造物，他改变了宇宙的规则。现在太阳不能再永远发光，我们也不能再永远活着。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规律。对，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也得不出那样的结论呢。因此神才要把他的话语给我们呢。这样我们就滑进了第3个时代，我把它叫做洪水前时代。那是人堕落之后和洪水发生之前的时代，是一个跟现在不同的世界。自然规律还是一样的，但是那时候的动物是不同的，植物也是不同的。那时候的地球比较温暖，各个大陆板块的位置也跟现在不一样，可以看出是显著不同的。那就是我们在彼得书信中所读到的世界被毁灭，所以洪水不只是把所有东西浸泡了一下，而是根本的、彻底的改变，是吗？是的。如果我们到现在为止所了解的是正确的话，当时有大陆迁移，彼此碰撞，造成山脉，山脉隆起，高达几万英尺。当时的洪水冲过整个大陆，从旧的大陆上刮掉了几万尺的沉积物，然后呢，又在上面沉积了几万尺的沉积物。你知道吗？当时发生的地震的强度啊，是惊人的。这样，你所说的洪水前时代，现在呢就变成了洪水后时代了。是的，地球需要从全球洪水中恢复过来，大气需要恢复，
地质岩层需要恢复，植物和动物需要时间遍布全球。那个时候还有大量的水、大规模的地震、巨型的火山。在那个恢复期，这些天灾在强度和频密度上都缓慢地下降。那么冰河时期是否也是发生在那一段时间里呢？是的，这一点可能令人感到有点意外。冰河时期在我们的模型里原来是洪水期间水被加热的后果，海洋里的水蒸发使海洋冷却，这些水分漂移到大陆的上空，然后大量降雨，而在某些地方降雨变成了降雪，而且降雪的速度太快了，没有间断，没机会融化，就积累成几英里厚的大片的冰层。然后当海洋冷却到一定地步，这个降雨系统就停止了，然后那些冰川就开始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坍塌融化，并且缩小到现在的位置。它们还在继续融化，所谓的全球暖化只是地球从大洪水中恢复而已。那真的是一个相当动荡的时代，但你还有一个最后的时代。现代时代就是从大洪水之后几个世纪开始到现在，这段时间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现在的地质过程来了解的。这样会导致人们认为这些过程，如果你一直往回倒推，的确是，你把现在的过程往回推，那就是彼得后书所说的人们所犯的错误。其实把现在延伸到过去并非不合理，但是你需要回到圣经，找必须的资料来重建历史。另一方面，如果你光看圣经，你只会知道故事的开头，而神给了我们阅读岩石的能力，可以把其余的部分补全。我们需要充分地了解大洪水，我们从圣经开始，然后去研究岩石，去问那些岩石，他们会告诉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库尔特说得好，圣经记录历史事件，但没有解释这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那就是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他们试图根据圣经历史来解释这些证据，但库尔特说岩石里面有证据，那证据是什么呢？我喜欢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对我一个古生物学家而言，就像是一个去动物园的机会。这是所有在大洪水之前曾经生活过的动物，就像是一次把时间倒转回去的机会。它就像一个动物园，只是它们不是活的，它们都是死的。它们没有气味，所以还不错。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不只是告诉我们曾经有些什么，它也试图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们有两种可能，我们这里有两个范式：自然主义的观点和圣经的观点。国内所有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世界上大多数的博物馆都只给你一种观点，只给你自然主义的古老的地球的世界观。但是同样的这些资料，这头恐龙是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范式来理解的。所以当我想到这类动物时，我想到的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我的意思，这是一个暴力世界的真实画面。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说看哪，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到了。那不只是人类，人类和我们所管理的所有动物都在大洪水时受到审判。马库斯，你能给我们一个化石和这些东西如何配合在一起的整体画面吗？是，化石往往出现在不同的岩层里，而且大量的化石，数不清的上亿的化石被毁坏了。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一层岩石像这么厚，我们想到这个事件可能是在几分钟时间内发生的，而不是几千年。这一堆的岩石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这些大洪水中的水一波接着一波地涌上大陆，掀起那些生态系统，或者是从海洋深处把那里的生态系统带上陆地。第一批沉淀下来之后，下一波又上来了，开始在那之上堆砌又一批的东西。这是在墓地上加墓地，然后再加上墓地。这样的事情表达的是大灾难，而不是化石记录是缓慢的，一根骨头一根骨头，一个贝壳一个贝壳，一点一点的在数不清的年日里积累出来的。你是说这些海洋化石遍布全地，甚至山脉上也有？是的，
在博物馆里更里面的地方，有一些展厅里面有些像苍龙的大型游水爬行动物。苍龙分布全球，包括几个大陆上，所以看到这些东西，你会问：是什么有能力？是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把海洋的世界如此剧烈、如此破坏性的扔到大陆上来呢？大洪水是对此完美的解释。当我们在大峡谷时，我们看到那个大不整合的界面，在那之下没有任何化石可说，然后突然一下很多化石就出现了，这告诉你一个古生物学家什么呢？大不整合界面告诉我，整个大陆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侵蚀和剥落。然后一旦我们来到那些里面含有各种美妙化石的沉积岩，一个规律就开始出现了。有着第一批动物的生态系统非常突然就出现了。在常规古生物学中，他们称之为寒武纪大爆发。在那里，多种不同种类的海洋动物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复杂而完整、不知从何而来生态系统突然一下子出现了。从创造和大洪水的角度，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大洪水就是会毁灭生态系统的。而从进化观点来看，这些生态系统只能随着生物在它们的环境里面彼此互动、进化、多样化而渐渐地形成。但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么回事，反而你看到的是复杂的、完整的生命爆发。生态系统的各部分是互相契合的，你可以看见所有不同的生物彼此之间如何默契，而且这只是第一次发生就是这样。你在地质柱上往上走，在这个化石记录中，你会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生态系统的快照。你看到一个被毁灭的生态系统，然后又看到另一个，它有不同的生物，彼此间有不同的互动。随着洪水越来越高，它们越来越靠近岸边，摧毁海岸线越来越多的生物体，并最终到达干地。我想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学过的范式，就是常规的范式试图告诉我们，化石记录是生命发展过程的进化图示。与此相对的创世纪范式则说不，那些所有的生命，所有生命的复杂性都已经在那儿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只不过是所有那些生命的目的而已。的确如此。那么你还有看见哪些其他的资料使你信服这个范式呢？化石记录里有个令人好奇的状况，从垂直方向来考虑，不是动物印的部分，而是它们的足迹，就是脚印。这是我们在几个不同的族群中看到的模式，先看到它们的脚印，然后看到它们的肢体。对于三叶虫，对于两栖动物，对于恐龙，我第一次在化石记录中找到它们的痕迹是来自足迹，而不是硬的肢体。从地球古老的角度来看呢，这真是很奇怪，而且是很难理解。因为在足迹的产生和留下这些足迹的动物之间有上百万年的时间，这显然是不合理。如果有足迹，那就一定有动物，而且那些动物有骨头、牙齿和贝壳，为什么它们没有变成化石呢？相反，这种模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在动物留下足迹和被埋葬之间并没有时间间隔的。但是那些足迹保留了下来，这也应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不是吗？第一，这告诉我们它之后的岩层必须是非常迅速的沉积出来的，因为如果你出去一个海滩上走一走，你的足迹非常快的就被摧毁掉了。但是化石记录显示，当时的情况与今天非常不同，那是瞬间的死亡，那是刹那间的死亡。我们所讲的那时的世界是复杂的、完整的、综合一起的，而大洪水有次序地摧毁那个世界，把它按垂直的方式掩埋起来。所以我认为把化石记录看成对生命的记录是部分正确的，但记录的不是生命的演化，记录的是生命在灾难中企图幸存，但最终却被吞灭了。这就说得通了。因为当神说要用大洪水毁灭这地时，被毁灭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命，而是包括了所有的生命。所以正如你所说，现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完全不同。是的，当我们看到霸王龙，当我们看到苍龙，当我们将这些动物看作是凶猛的食肉动物，它们真的是，我的意思是它们是可怕的，但它们最初被造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些锋利的牙齿，这些威力无比的爪子，
以及与之相伴的捕食行为，似乎都是咒诅的一部分，而其中一部分是遗传的，其中一部分也可能只是一些修改。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记住，当我们来到自然博物馆，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创造之初的世界，你看到的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我意识到埋在那些岩层里的数以亿计的生物默默地见证着神对整个地球的审判。我决定我要找一个化石层来看个究竟。如果恐龙真是在大洪水中突然死亡的话，难道不会很明显吗？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做的工作。这是蓝丝地貌里上百垩纪的沉积物，这就是所谓的骨床，它是堆叠起来的一层骨头，大概1米厚，差一点不到1米。在这1米里边，这些骨头是有层次的，小的在上面，大的在下面。你看这里，看起来耳林正在清理一个脊椎骨，这是一个鸭嘴龙的颈椎，这是脊髓。当我看见挖掘场里的骨头的时候，我常常想象它们还在活生生的动物身体里的样子。第一次看到这些化石的时候，真是震撼呐！你看，这里全都是骨头，不需要到处去找，只需要坐下来挖就是了。你们这里的挖掘点与我们一般说的一个恐龙挖掘点有什么主要区别呢？尽管世界各地都发现了恐龙，但这个点的独特性在于，这里的化石存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块沉积地，我看有5000到1万头大型动物的遗骨，都是7到13米长的大型动物，而且数目可观。让我们暂时退一步讲，假设有一头鸭嘴龙在地球上跑来跑去，然后它突然死掉了，它会成为化石吗？化石的形成需要非常特殊的条件。一般来说，比方说，如果一头郊狼在沙漠上死了的话，它的尸体很快就会消失。然而这些骨头却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没有受到风雨侵蚀，完整保留下来。这种现象现在是很难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说化石是罕见的。尽管从死去的生物数目角度来看，应该有很多化石，但这些死去的生物极少形成化石。是的，很罕见。形成化石要有很特殊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快速掩埋。这些动物在死了以后，尸体必须有时间腐烂，可能是几天、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这个过程中，骨骼和组织或被吃掉，或者腐烂掉，剩下的骨头被迅速地掩埋。在这个环境里，它们是有层次的，大的在下面，小的在上面。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大的骨头都在最下层。开始挖的时候，总是先找到小的，所以挖出来以后还要归类。只有在灾难性的沉积过程中，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当我们来看恐龙化石时，不应该持这样的立场：先是早期的恐龙，然后是中期的恐龙，然后是晚期的恐龙。你看的角度是，所有这些恐龙都是同时存在的，它们本来都一起活着，突然来了这个大灾难，它们就同归于尽了。恐龙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恐龙了，就已经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样子了。这对相信恐龙是进化而来的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听说过渡型生物，实情是怎样的呢？科学家能列出一些形态，他们认为是过渡型的，有些很有意思，有些甚至不好解释，但这些都是常规之外的特例。常规是过渡型化石并不存在，在化石记录中，实际发现的与达尔文所希望发现的相反，这就是常规。化石记录中的一个物种，基本上没有改变，就突然消失了。这意味着它的消失肯定不是进化成了别的动物，
因为在这些石头里从来没有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的中间形态，所以那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强加在资料上的一个范式，而不是根据资料而得来的范式。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创造论者很容易，只要了解了生物形态复杂性就可以了。根据化石记录，生命从一开始就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些复杂性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能随口说有信心，我相信神是创造主，但是我的信心是得到周围的证据支持的。当你看不到进化的证据，却硬说这些都是进化的结果，那纯粹就是迷信和盲从，那是闭眼一跳。似乎无论我看哪里，都有越来越多的证据符合创世纪的历史记载，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很多证据指向同一个方向。当我和阿瑟在一起时，他告诉我最近在恐龙骨头里有新的发现，于是我就去到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实验室，约谈正在做此研究的一位科学家。这是一片三角龙的脚，当我们把它从地里取出来时，它就碎了。当然，之后我们为了分析它，还要把它弄得更碎。在2012年，创造论研究学会资助马克·阿米蒂吉和我去蒙大拿州的地狱溪岩层进行挖掘，那是个很有名的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而我们也挖掘出一个几乎40英尺长的三角龙额角，一根几乎4英尺长的三角龙的额角。遗憾的是，它已经支离破碎，所以我们无法把它复原成一个角给你看。但你得承认，就是这样的碎片里，我们发现了有细胞结构的组织。哦，这太奇妙了。还可能有一些蛋白质，比如胶原蛋白。很难想象，你怎么可能在应该是6至8千万年老的恐龙化石里边找到这些东西啊？因为组织、细胞和蛋白质都容易分解，它们可不是混凝土，它们不会万古长存，它们会分解，而且事实是，根据实际情况，它们往往分解得相当快。无疑，在地狱溪这样的情况里，加热、冷却、再加热、再冷却，任何一个生物化学家都会告诉你，这是分解材料的最快方式。设想这种材料啊，能够保存4到5千年已经很难了，更何况6000到7000万年呢？这实在是让人很难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解释它怎么能够可能保存下来。那么好，一旦你发现一个这样的样品，下一步你会做什么呢？我们呢会把这些化石材料浸泡在一种叫做 EDTA 的溶液里。当化石溶解后，剩下的就是组织，因为 EDTA 无法溶解这种组织。然后呢，我们会把它拿到解剖显微镜下观察。这实际上就是把溶解了的三角龙的脚放大了，好让你看它是怎么样的，就像一些石头的小碎片一样。那么凯文，当你观察这个样品，真的发现一些组织时，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是这样的这就是三角龙的组织，它是有弹性的，可以折曲的，它不是恐龙软组织的痕迹，它真的是软的，是糊状的，可以伸展，确实是组织。这真是太稀奇了，不是吗？绝对是。如果你进一步放大后观察，我们会看到这时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来看，你可以看到细胞非常精细的结构。在那一张照片，还有这张照片里呢，尤其是这一张，我们绝对不会期望能够看到如此精妙的细节。我是说，这些结构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微小。这是一个20微米的量度，看看这些结构多小，而且很完整。这些东西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弄碎，所以至少你会预期所有这些材料早就分解然后消失了。那么这一定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他们对这一切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施韦策博士最初发表他的发现时，那是2005年，
流传甚广，引起了很多反响啊。刚开始一些反应是反对，一定是样品污染了，那不是真的恐龙，那一定是细菌，因为细菌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奇怪，所以有很多人呢对此提出了各种的解释。施韦策博士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这要归功给他。他们开始发现蛋白质，你把其中一些细胞打开，你看这些细胞所附着的东西，它们是蛋白质。好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是的，又发生了什么呢？我想一定会产生不小的震动。这反而成了争论的一部分。很显然，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解释这是如何保存下来，不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而且是在极不完美的条件下完美的保存。所以这个争论一直是你怎么解释呢？你若去读一些文献，里面几乎有绝望的感觉，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现在一些人宣称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恐龙有多老，所以看起来呢，它就是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了，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们到底有多老呢？你用一些方法，所谓的测年法，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测年法，你不能够把这些软组织排除在测年法之外。你凭什么说这个方法不算数，但那个方法又算数呢？实际上，完全是范式决定你的结论。如果范式是必须是古老的，那么哪种方法告诉我们化石古老，我们就选择哪一种方法。如果一个东西给不出化石古老的结论，就像原组织，我们就必须拒绝接受或解释掉。至少对于我来讲，当然我不是一个微生物学家，但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认为那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古老，这没有什么不合理啊。很显然，这违反了测年法的程式，它挑战整个测年法的程式。如果对恐龙化石年代的鉴定是错的，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清楚的证据。那么非常有可能所有生物化石的鉴定年龄都是错误的，所以地质年代本身就是错误的。你是在说，我们如果抽掉时间很久的想法，我们也就抽掉了常规范式的一个主要的根基？的确如此啊。事实上，时间是进化理论的关键步骤啊。如果你想说一个单细胞系统变成一个多细胞系统，然后变成鱼，这鱼呢又跳到陆地上，长出脚，开始呼吸空气，然后又长出羽毛和翅膀，飞了起来的话，只要你给我时间，我就可以宣称能够解释生物这一切巨大的改变，但我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啊。看起来一切的关键问题还是时间。我记得安德鲁说过，达尔文先是接受了几百万年的时间，然后再把他的进化论凑合到这个前提上。为什么时间是进化论如此关键的要素呢？罗伯特·卡特博士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他带我去潜水，观赏多数人都看不到的海底世界。他专攻珊瑚，非常了解居住在圣托马斯周围的珊瑚礁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海洋生物。好家伙，这儿有一些鲨鱼，看它们怎么动，简直是毫不费力的滑行。真希望我也能那样游泳。工程师希望能造出像那样的船，能像鲨鱼一样高速游动的潜水艇，但我们还做不到。从你一个海洋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我知道你在整个遗传学领域很有造诣。当人们谈到进化论时，它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怎么定义进化论呢？这个词的含义是随时间变化。我相信随时间而变化，但我不是个进化论者。那怎么办呢？实际上，进化论是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变化，就可以推论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是我拒绝接受的部分。物种当然会变化，看看这些鲨鱼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上帝给它们改变适应的能力，对环境做出动态的反应，但它们始终还是鲨鱼。我们看化石记录的时候，它们并没有改变。
人们提到化石缺环的时候，一般会想到人类和猴子之间的缺环。不只是这样，整个化石记录中到处都是缺环。每一种主要动物之间，动物和植物和细菌之间都有缺环，这非常强烈地表明这些实际上是不同种类的被造物。你是说一种种类不能变成另一种种类？不能。进化论希望小小的随机的变化积累起来就可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但并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生命太复杂了，不可能用小小的变化来累积。这就好像你不能拿一个电脑的作业系统，然后说这是经过长时间一个数位一个数位的积累起来的。不是的，它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坐下来完整的编写出来的。作为一个搞过电脑的人，我向你保证，如果任何一个电脑科学领域的人说我们只要把作业系统的一部分随机改变一下，它会运作得更好，我想没有人会同意这个的。是的，我们不可能使鲨鱼进化成鸟，因为过程中需要的改变的数量和性质太多太大，是不可能用一次一点的方式来积累而成的。这是个海胆，看起来很多刺，会扎手的，小心点儿。如果我碰它会被刺到吗？不会的，虽然很扎手，哦，我的天，它在动啊！是的，它们在动，在几次之间有些很小的管状角，尤其在下面。留意它的动作，它用带着这些小小的管状角的几次行走，它也用它们来吸附在其他东西上。你再仔细看，有1、2、3、4、5、6、7。这个动物的身体分成10瓣。实际上海星是海胆的堂兄弟。当真？你一定在开玩笑？绝对没开玩笑。这个海星也是一种棘皮动物，但注意它是5重对称性，而不是10重。这只海星是这样的，看，在它的底部我们可以看见几次，也可以看到管状角，它的嘴在中央。所以海胆跟海星有很多相似性，很相似，尽管它们从外表看起来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你想看看另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吗？这也是海胆和海星的堂兄弟。它们看起来像一块石头啊。是的，我得小心点儿，它会向我喷射。这是海参，它有几刺，它也有管状角。你看，如果不仔细研究，就不会知道。这也是一种棘皮动物，它不是很喜欢离开水，所以还是把它放回去吧。所以它们有亲戚关系，尽管外表看不一样。它们的受造是关联的，但不是进化上的关联。我们的造物主造出棘皮动物这一门生物里的这个和这个都基于相似的模式。整个生命世界里看到的现象都是这样，既有相似性又有相异性。那什么让它们不一样呢？它们大多数的基因是一样的，但有一些是发育基因，叫做 Hox 基因。它们负责在这些动物的发育过程中建立这些形态特征。它们从一个单细胞发育出来，在其中一个展现出5重对称性，另一个展现10重对称性，另一个变成个瘦长的动物。用这样的方式，令人惊异的方式来控制胚胎发育。这样看来，你是说，当我们从分子遗传学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切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一点也没错。但我们从常规范式中听到的常规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随机的变化，长期积累的结果。是这样。在19世纪，生活比较简单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细胞里面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遗传学有多么的复杂，所以可以随便想象。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的细节，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常说，基因组是4维的，第一维是称为 DNA 的那条线，如果把它画出来，必须把所有的字母写出来，总共有30亿个，而且还要画线或者箭头。从一部分连到另一部分，因为这部分会关闭那部分，这部分会干涉这个，这部分会加强这个，这是个巨大的2维相互作用网。因此说，基因组是2维的。请你稍微停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惊人的想法。因为呢，我是用一个大致静态的电脑程式来想象，所有的指令都在那里。
但你说的是一个可以重新编写自己的程式，它不断地调整它自己的指令。等我说到第4维吧。OK， 我们要先讲第3维。第1维就是那条线里储存的资讯必须按一定的方式排列，好让它在被折叠成3维体的时候还能运作。太奇妙了！一起起作用的多个基因在3维结构中也彼此为邻。你是在说，这东西被折叠起来之后，就好像我们得到了一套新的指令？是的，新的一层资讯。难以置信。不管是谁在编写第1层的时候，必须了解它在第3层是怎么起作用的。你刚才说还有另一维？对，第4维是时间。那是怎么工作的呢？基因组的形状随时间而变。也许当你吃了坏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肝会说我可以把那种毒素排除掉。这个时候肝里的染色体会改变形状，把那个新的蛋白质的基因暴露出来，复制很多份，然后产生一种新的蛋白质去杀死毒素。而当你不再需要它的时候，染色体会再变形，回到原来的形态。动态程式设计，所有3层都在第4维时间里变化。罗伯特，这远远超越我们所知道的，甚至是我们最复杂的软体系统。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人可以看着这个说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对，只能将荣耀归给神。的确，这样的系统你不可能一点一点的积累，必须一步到位，需要互相关联的4维复杂结构同时起作用。这不是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拼出来的。所有一切必须同时存在。是的，就像我们讲到的珊瑚礁里的环境，如果你没有这些共生共存的元素，你就没有这个生态系统。如果除去其中几个重要的元素，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它们必须同时存在，否则就没有办法维持。我们不但在遗传层面有这种相互依赖性，或把它称为共生性，当我们说这种共生也存在于更高的层面时，事情就更复杂了。是的，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共生的。无法想象这一切只要一系列缓慢的过程和几十亿年的时间就会发生。这正是我的意思。很显然，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难以想象的互相依存的，无论是最小的生物体还是最大的生态体系，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随处可见。我意识到神6天的创造，从工程的角度讲是最有道理的。你需要所有的部件同时一起工作，这样每一部分才能正常工作。而这正是创世纪所描述的神是如何创造的。罗伯特还提到，神所造的动物有能力改变来适应他们的环境。有没有可能这种动物改变的能力被误认为是进化了呢？当塔德伍德和我走在动物园里的时候，无论我们朝哪里看，我们都看见不可思议的美和设计。我注意到有的动物之间有着显著的多样性，而有的动物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当你看到所有这些生物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是的，特别是当我看到狮子的时候我就像看见了猫一样并且动物园里所有的猫科动物，它们身上呢都能看到基本的猫性。这真的很明显，特别是当它们玩耍的时候，真的很明显，不是吗？你看，它们正在玩球呢，或者是玩别的，它们看起来就像猫一样。它们看起来就像猫。科学家呢会把这些归类为猫科动物，而我呢会把这些猫科动物理解为一个被造种类的代表。这里连续性和相似性是如此显著的，以至于我会说，所有这些家伙都是方舟里某一对动物的后代，并且它们最终繁衍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各种不同的猫科动物。所以这一切不是一个随机的意外，看起来更像是所有这些不同的物种都来自于精心的设计的确是这个设计不是说上帝设计并创造了狮子，而是说上帝创造了一种可以产生狮子的动物。这就更像一把多用途工具或瑞士刀，所有零件都在这儿了，啥时候你需要就打开，但仍然是一把工具。
再给我一些其他被造种类的例子吧。好的，比如说是灰熊啊和北极熊，这些都是熊种类的成员。还有鸭子、天鹅和鹅。狗这个种类是很有趣的啊，就从这种像狼一样的动物，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配出很多不同的品种。好的，塔德，很有意思。再来想一想，当神将每样动物带一公一母进入方舟时，它的用意是什么？你觉得是怎样呢？是的，他不用把各种稍许不同的动物都带到方舟里，所以呢，事实上，当你计算的时候，是的，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少被造的种类在方舟里，但是可能有几千种吧，而且它们不大，大的动物都挺小的，所以方舟里的空间绰绰有余，确实有余。我们今天所有的动物种类的多样性，都已经在这些一对对的种类里了。好的，塔德，我们现在看着斑马，它们都很独特。事实上，所有这些动物都呈现出如此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标准的说法、常规的范式是如何解释这一切的呢？他们会用进化论，对吧？自然是数百万年随机的变异。现在所有活着的生物，那颗仙人掌、那头斑马，还有这里的草，一切都有亲缘关系。我们都可以追溯到数十亿年前的共同祖先。通过突变过程和基因的变异，还有自然的选择，就得到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那么，自然选择到底是什么？它是否具有这一切所需要的这种创造潜能呢？自然选择基本上的就是把那些不适应环境的东西都杀掉。所以呢，如果你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一只丝雀，你的镯子又很小，并且你唯一可以找到的食物是又大又硬的种子，那么你就会死掉。这正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我们可以观察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一代又一代丝雀的镯子尺寸的变化，它们仍然是鸟。自然选择会产生今天我们所看到所有多样性的想法，并没有得到证实。关于自然选择，我们看到最多的是自然选择会做很多的微调工作。那边有些大羚羊，非常漂亮的动物，非常淡的颜色。野生的大羚羊生活在撒哈拉沙漠的南端，你会发现它们的着色是有道理的，因为颜色深的大羚羊会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的，所以它们最终成了这样漂亮的浅色。这是一个例子，自然选择把一个变异转化成了对环境的适应。这个例子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想法，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真是精美的设计。我同意，绝对的。让这些动物有能力可以生存，并改变得更适应。绝对的。所以这种可以改变颜色的能力可以融入周围的环境，必须是在开始之前就预设在系统里面的。不要误解我的意识，自然选择和随机变异可以做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所看到的这各种变化是很令人惊奇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一个种类转变成另一个种类。我们看到的所有变化都局限在一个被造的种类里。所有的猫类都在一棵猫科树上，所有的犬类都在一棵犬科树上，所有熊类都在一棵熊科树上，所有马类都在一棵马科树上。每个被造的种类都有它自己单独的树，所以你最终得到的像是一个果园或一片森林。作为一名科学家，你所说的好像是创世纪的范式更好地解释了这所有的资料。我认为最终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它兼顾了相似性和差异性。不过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基于我们的范式可以解释的现象，我很有信心可以找到其他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离开斑马之后，我们去看了大猩猩。塔德想谈谈人类进化的问题。塔德，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个新的发现，新的头骨、新的骨架等等，据说可以确定这个整个连接。是你的见解是什么呢？当然，正好我的包里有些东西。一个头骨。这是尼安德特人前额非常非常的低，而我们的前额很高的脸的中部突出，但与此同时，它看起来非常像人，这就是尼安德特人。
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好的。好，还有其他一些很不一样的。这个是非洲南方古猿，你看啊，根本是没有前额的，直接就向后倾斜了。脑容量很小，鼻口很突出，所以脸是向前倾斜的。这样的东西你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看更多的图片，更多的骨头，然后呢，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它们实在有很多不一样。那么是这样的啊，我们刚才谈的所有这些被造类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多个研究重复的展示，我们可以找出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中断点。所以呢，这个落在人类这一边，这个尼安德特人是我们中的一员，这个则不是了，它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就是神起初创造的多样生物里的其中一种，它上了方舟，所以在洪水中存活了下来。所以当我们看尼安德特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但就像我们在狗里面所发现的，狗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人类也有很多不同的种。当我们来看这里的大猩猩，就会看到我们之间有显著的差异。至少一样，他们是待在里面，而我们完成了工作就可以回家了。所以这些差异真的很巨大，难道不是吗？绝对的啊！神的形象意味着人是神在地球上的代表，其中一部分就是可以统治、有权柄。这是我们有的一个属灵的特质，而像那样的动物是不能享有的。我们人类很明显跟其他受造物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只有我们才会建动物园，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造动物的美。也只有我们才会追踪时间，才想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但我们的时间概念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一个很美的夜晚，丹尼带我远离城中，我们待到很晚，看到难以忘怀的景象。哦天哪，你现在要让我买个望远镜了。你知道星星的存在是有其目的的啊。在创世纪第1章14至19节记载了创世的第4天，他提到众星和其他天体表示时间，掌管夜晚，做记号，定季节、节期等等。人类一直以来呢，都用星座来决定终点，这些规律每晚重复，他们每年重复，到了时间他们就会回来。星座的运行有许多的规律性。那么日夜的设计又是怎样的呢？我可以谈几件事情。有为数很少的机会，月球会从太阳和我们中间穿过，这并不经常发生。但当它发生的时候，月球刚好可以遮住太阳。如果月亮小一点，或者是远一点，就根本遮不住；如果月亮大一点，或者是近一点，就会过分遮住太阳。所以日食是很壮观稀有的事件，只有在这个星球上，日食才会受到关注。而这个星球也是唯一会发生日食的地方，所以你必须想，要么这个世界是这样，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要么这个世界是这样，是有目的和设计的。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创造。好吧，在我头顶上很远的地方有方形的天马座，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天马座旁边有一个模糊的小点，你看到了吗？那是仙女座，是我们能用肉眼所看到的最遥远的物体。它离我们200万光年多一点，里面有几千亿颗恒星。好吧，丹尼，这会让我有一个大问题，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那些恒星是如此的遥远，好几百万光年那么远，而我们相信地球是很年轻的，那么星光究竟是如何抵达这里的呢？是的，我们把这个叫做光旅时间问题。我来试图呢讲明这一点。我们相信创造发生在几千年以前，大概是6、7千年吧。我刚才跟你提到仙女座，大概是离我们200万光年。我觉得这些距离是合理的。我们创造论者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我会来跟你讨论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创世的记载里有几件事情引起我的注意。第一个是有很多过程在发生，很快，但仍是过程。如果你看创世第3天的记载，谈到地上长出植物，那里说让地长出这些植物，然后就长出来了。我觉得你如果在那里的话，看起来就好像一部快进电影，一般可能需要数十年的生长，在几分钟最多几个小时里就完成了正常的生长，但是异常的快。我相信你可以用创世的第1天来解释另一天。让我们来看第4天的记载，这里没有太多的资讯，但我觉得神也是很快的造了众星和其他的天体，然后为了让它们可见，能派上用场，他必须把那些光快速的带到，正如他让植物快速长大成熟一样，他必须让星光到达地球。我提议的是，当我们观察这些物体时，就像我们几分钟前看见的仙女星座，看到的是从那个物体发出的光，所以我认为有发生快速的成熟。丹尼，你还有看到其他的事情指向一个年轻的宇宙吗？有的，例如螺旋星系，我们刚谈到的仙女座就是一个螺旋星系，我们的银河系也是星系的内部会比外部转得快，那么转几圈之后呢，这种螺旋的结构就会被模糊掉了，它们应该转几圈之后就消失了。大部分的天文学家认为螺旋星系有100亿年，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螺旋结构呢？理应看不到的，但这个公认没有解决的问题很久了。但我们如果来看太阳系外层的行星，气态巨行星都有圆环，我们也知道这些环在改变，正在被破坏。事实上，这些圆环系统里的改变已经被记录下来了。这些行星的卫星都会施加万有引力的牵引，所以这些圆环系统是相当年轻的。这并不代表太阳系年轻，但这证明这些圆环系统年轻，这是很有意思。你刚才提到很多关于螺旋星云等等的理论，这些会让我们想到大部分人所认可的关于宇宙学和宇宙的大理论，也就是大爆炸理论。你如何看待这个理论呢？它经得起时间考验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个理论有很多问题，以至于超过12年以前，在《新科学》杂志上曾经有一封反对大爆炸理论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人签署了。大多数签署的人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根本不是创造论者。所以大爆炸模型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不对的。有很多人、名人、很多有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都不认可大爆炸理论，而且我觉得大爆炸理论和圣经是无法融合的。尽管有很多人似乎觉得可以，我觉得他们受到的试探是试图用现在宇宙学的想法来解释圣经，这一点都不新奇。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并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认为，当你看看科学的历史，我们如何抛弃过时的理论，我们有本应无可争议的理论，可是后来却抛弃了。当你看到这些历史上的教训，然后你想把创世纪，你想用流行的范式来解释创世纪，我觉得你应该非常小心。我意识到丹尼在改变我们的视角，我们应该用创世纪来解释宇宙，而非反过来。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造了日月和众星，作为记录时间流逝的一只壮丽钟表。甚至古人都建塔来跟踪星宿。那么创世纪是如何描述这些人和他们所说的语言的呢？道格带我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博物馆，给我看一些很特别的和创世纪有关的文物。圣经里所记载的事件发生在古代的近东地区，这些地方对于理解圣经中所记载的事件是什么，是如何发生的极度重要。这个就接续了我们前面看到的创世纪里创造和大洪水记载的事件。现在我们来到了挪亚和他一家开始的人类的扩散。正是，人类的扩散应该发生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西北这个山脉中的某个地方。我们在圣经记载的记述中看到的是一些人迁徙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示拿地，然后开始城市化的过程，城市的生活。这就是著名的巴别塔，
绝对的。我们知道巴别塔在哪里吗？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7、8个巴别城，我就一个一个的研究了所有的这些地方，最终呢，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满足了圣经中巴别塔的所有条件，那就是埃利这个地方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东南部，我们有人类往北、南、东、西扩展，远至埃及的证据。你所说的证据，指的是考古中所发现的文物吗？正是啊，有大量的非常详尽的物质文化认证了这个人群的扩展。我把它联系到巴别塔之后人类的扩散。这是斜边碗，有2个。那上面我们看到的是带状砖，那2个带嘴的罐子。所有这些诊断性的陶瓷形态和物质文化都能够在整个近东地区找到。圣经所描述的事件不只是语言的混乱，还包括人们从城市中往外分散，因为我们看到语言或者是语言的书面表达不知道从哪里就冒了出来。这些语言或是以楔形文字，或者是象形文字，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存留下来，所以你看不到所有的语言都是跟随一个统一的规划，各种语言的文化也不大相同，即便在古代的语言中也是如此啊。看来《创世纪》记载的巴别塔是考古学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事件。是的，所以这些证据和圣经中所记载的多种语言是如何产生的相当一致，这是唯一可行的解释。所以圣经历史的真实性最终被这多种语言的表现所论证了。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的塔，就是我们在大城市看到的那种有着高大直墙的东西。当时他们造的是这样吗？那本质上呢，它是金字塔的一个变种，有4个面，有几道台阶可以通到顶上。在埃及都有一个寺庙，经历了18个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它的尺寸和复杂性都增加。然而在这个寺庙的最后阶段，它却在乌鲁克扩张的后期被放弃了。在这个寺庙的斜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台。你觉得那可能是巴别塔的地基吗？绝对的。我认为在乌鲁克扩张的后期开始的造塔技术也随着人群扩散了。我们发现这种庙塔的形式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的。我们在中国发现，我们在印度发现，我们在美洲各地也发现，到处都发现。很显然，这里有文明的痕迹，人们开始聚居成社区，甚至是城市。我们还有其他证据吗？绝对的，我们可以前进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曾经住在乌尔，那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西元前第3个千年的末尾。那把我们带到创世纪第11章。是的，事实上你看到一些陶器、一些楔形文字的牌子，都是出自乌尔第3个朝代。这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坐在这里想到这些，想到亚伯拉罕，而这些东西也正代表着他所生活的文化和文明。这是创世纪的记录很棒的联系。这很有趣，让你感觉亲手触摸到了圣经所记载的事件。当我回顾历史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文化每一个都被创世纪记载的事件所影响。但是创世纪对我们今天有何重要性呢？乔治·格兰特想在他家附近的一个花园见我，他说那里会让我们想到我们历史的发源地。所以创世纪关于亚当和夏娃被放在一个花园里并照料它的文字还是蛮重要的。那不光是一个故事，那远不只是一个故事。你在创世纪第1章所看到的一件事是时间的结构，宇宙的创造是为了24小时的一天，所以每件事就像我们的睡眠习惯
还有工作习惯，都来自于这个决定性的历史记录。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2章，我们开始看到人的意义和目的。当然，在创世纪的第3章，我们看到每件事都被始祖的堕落搅乱了。堕落的历史事实，一个真实的男人和一个真实的女人确实犯了确实的罪。这个事件的影响贯穿了剩下的整本圣经。如果你去掉一个真实的亚当和夏娃，那么这会完全改变历史的面貌，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记忆。是因为当我们把亚当和夏娃从历史记录中抹去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意捏造我们对人、婚姻甚至是性别的看法吗？绝对的。使徒保罗知道创世纪前几章所记载的事件不仅树立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而且呢，也树立了两性的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婚姻的特征和本质、道德关系中的对错，包括性方面的。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创世纪头几章的记载，而且常常是逐字逐句的引用。看起来，使徒彼得也把大洪水看作一个历史事件，并借此讲述那将要来到的末日审判。所以，甚至连末日审判也是基于对这个历史记录的理解。如果你将一些片段从历史中去掉，你会发现你对整个历史都无法解读。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基督徒，当我们谈到譬如说基督的一生，我们会理解为历史的事件。那么为什么当我们看创世纪的记载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不那么理解呢？我们倾向于那么做，是因为我们不断被劝说要那样。被我们所处的文化吗？我们所处的文化，还有神学家，现代的神学家在头脑里总是企图用圣经的真理去配合所谓的科学发现。如果你对科学史稍微有一点了解，你就知道那是一条非常不可靠的路径，所以我们不断被这类资讯轰炸，要求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基督徒觉得创世纪的历史性对他们的基督信仰并不怎么重要。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被灌输了。当你把这些章节归类为完全是非历史性的时候啊，你正在对圣经的其余部分做什么呢？那部分圣经假设它是真实的，那部分圣经把它当成是历史事实，那部分圣经引用到那里的所有人物，这会否定掉整本圣经吗？是的，这正是18和19世纪的高等批判所用的策略。他们知道，如果你可以攻击创世纪的前3章或者是前11章的话，那么你就把它整个否定掉了。好的，乔治，所有这些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个理念，就是创世纪记载的历史或任何真正的历史，对我们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是的，事实上，这提醒我们历史对于定位其他的人类学科有多重要，是历史帮助启发了科学，科学才能够开始其探索世界之旅。所以，历史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然后科学要做的就是问这个问题如何发生，然后就开始探索那些历史事件如何发生，其中的机制和结构。如果你试着颠倒顺序，如果你试着让科学来决定发生了什么，那么你终究会拥有一个不断转换的世界观。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其必然的结果就是道德相对主义。神已经赐予我们那个基石，他以那个历史记录为我们立定根基。
他给我们的历史记录一直追溯到创世纪第1章到伊甸园。最后，我想我们总是会回家。对我而言，家是科罗拉多。当我沉浸在上帝创造之美中的时候，我的思想总会更清晰。我们去过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事情，但是把所有的事情综合起来考虑，很清楚，离开创世纪的亮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解之谜。我喜欢待在山里，尤其像这样的山，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渺小、有限和脆弱。他们让我们谦卑，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因为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想法建立在我们自己有限的经验上。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智慧都不断告诉我们，要了解历史。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就是来看这些证据，它显示创世纪记载的历史是真实的。神用6日创造了世界，亚当和夏娃是真实的，他们的堕落也是真实的。曾有一场洪水摧毁了整个世界，造成了这所有的一切。这些壮丽，但也代表着神的审判。每件事都支持神告诉我们的话。创世纪是历史，真实的历史。